眼下，只要古斯塔沃他儿子想杀他的消息没泄露出去，他在这所监狱里的地位依旧无人能及，就算是约瑟夫也不行。所以，此刻的他依旧有着布鲁克林监狱独一无二的地位与特权。他打电话安排好今晚的2个姑娘之后，便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布鲁克林监狱的典狱长。电话里，他隐晦地说道：“布鲁斯，今晚有一批新货到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排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帮我去验一验货。”典狱长一听这话，顿时兴奋地说道：“我今晚没什么安排，桑切斯先生，您真有好货要到岸吗？”典狱长虽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，但实际上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，也就是个外姓家奴。一个外姓家奴，而且又只是担任典狱长的职位，由此也能看得出，他其实享受不到太过上层的奢靡生活。古斯塔沃为了保证自己在这里的特权，之前就投其所好地安排过对方几次，算是让对方大开眼界。所以当古斯塔沃说出有新货需要对方来验的时候，对方的内心自然格外激动。古斯塔沃这时候微笑说道：“古斯塔沃桑切斯说话，什么时候没兑现过？”对方立刻恭敬地说道：“是，您说的对。”古斯塔沃也是时机地说道：“不过我们稍后最好能见一面，我有个朋友也进来了，我想让你们认识一下，你以后也能帮我多照顾他。”不过对方也不是傻子，听说古斯塔沃要给自己安排2个美女，而且还是世界小姐，他便知道古斯塔沃一定有事情要自己去办。在听闻只是如此简单的举手之劳之后，对方几乎不加任何思索的便爽快答应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桑切斯先生稍等一下，我这就让人安排好会客室，然后请您和您的朋友一起到会客室，我们见上一面。”古斯塔沃松了口气，开口道：“没问题，那我等你的消息。”古斯塔沃挂了电话，约瑟夫一脸呆滞地看着他以及他手里的苹果手机，又一次嘟囔道：“我不管，古斯塔沃，你一定要给我搞1台手机。”约瑟夫虽然潜意识里被叶晨下了心理暗示，认为叶晨就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叔叔，但是他大部分情况下还能够维持自己大部分的正常思维。对手机期待已久的他，此时此刻脑子里想要个手机的强烈意愿也已经挥之不去。古斯塔沃有些不乐意地看了约瑟夫一眼，随后说道：“这件事我说了不算，你说的也不算，得是叶先生说了算。”说完，他看向叶晨，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的意思呢？”叶晨看向约瑟夫，开口道：“你要手机干什么？监狱的公共电话还不够你打的吗？手机这种东西在监狱里太扎眼了，给了你肯定把握不住，还是不要惦记了。”约瑟夫对叶晨自然是言听计从，于是只好唯唯诺诺地说道：“那好吧，叶叔叔，我都听你的。”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又看向古斯塔沃，开口说道：“对了，你待会儿跟典狱长打个招呼，让他把我的手机给我还回来。”古斯塔沃拍着胸脯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这点小事一定给你照办。如果你外面有相好的想见一见，我也可以让人把他安排过来。”叶晨看着他，非常严肃地说道：“古斯塔沃，我能够理解你现在急于献媚的心情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举一反三。我要什么，你就给什么，我没开口的，你不要擅作主张，知道了吗？”古斯塔沃忽然想到自己刚才去扯叶晨口袋的那一幕，就是因为自己想多了，主动了一把，反而还挨了个耳光。
他一边下意识地捂着脸，一边忙不迭地开口说道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”叶晨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这时，餐厅通向狱警办公区域的大门外，忽然来了几名狱警。他们隔着铁门大声喊道：“古斯塔沃·桑切斯，准备出列，有访客。”古斯塔沃连忙对叶晨道：“叶先生，咱们可以过去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叮嘱约瑟夫道：“这里的事情你要记住，让你的小弟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的话我唯你是问。”约瑟夫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叶叔叔，您放10000个心，走漏了消息我把脑袋拧下来给您当橄榄球踢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又道：“另外你安顿好古斯塔沃的那些小弟，就说是一场误会，让他们不要紧张。”说着，叶晨又叮嘱古斯塔沃去跟你的小弟打声招呼，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外界的任何人，更不要向外界求助。你现在根本不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人已经被你儿子收买了。古斯塔沃有些紧张地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我现在身边这些人恐怕也未必都信得过吧？以防万一，要不要把他们全干掉？”叶晨看了他一眼，骂道：“你他妈脑子有病吧？你们犯罪集团杀人都这么随意的吗？”古斯塔沃委屈巴了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这也是防患于未然啊，万一真出了事情，我可能就没命活了。”叶晨冷声道：“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罩着你，除了我之外，谁都干不掉你。”说罢，他又对约瑟夫说道：“给我听听古斯塔沃这些小弟，谁要是露出马脚了，就给我抓起来。”约瑟夫连忙道：“好的，叶叔叔。”叶晨看向古斯塔沃了：“走吧。”古斯塔沃这才放下心来，带着叶晨走向了大铁门。路上，叶晨对古斯塔沃说道：“一会向典狱长介绍我的时候，记得加上一句，就说我出身神医世家，最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我最擅长用针灸治病，无论任何毛病都能针到病除。”几名来接古斯塔沃的狱警并不认识叶晨，不过他们也收到了典狱长的消息，要把古斯塔沃和他的一个朋友带去会客室，所以让他们看到古斯塔沃与新来的叶晨一起走过来的时候，也并没觉得惊讶。其中一名狱警非常恭敬地问古斯塔沃：“桑切斯先生，您身边这位就是您的朋友吗？”古斯塔沃点了点头：“没错。”“好的。”那狱警连忙让人打开电动铁门，随后对两人说道：“两位请随我来，典狱长已经在会客室等候了。”